重生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通过木屋的重巒，像土拨鼠一樣瘋狂向下挖，硬生生掏出了3米深的地洞，只因前世你太過招摇，半夜被摸进门的魔修炼成了人丹，最終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既然重活一世，你宁可装一輩子废物，也掘不出半點風頭。於是你不但把剧毒鋪滿了地洞，還在裡面埋下了觸發式尖刺。倘若有不長眼的魔修踏進屋半步，就會被你無情反殺，變成一撮上好的花肥。礦坑深處火星四濺，空氣裡滿是嗆人的硝煙和土腥味。葉晨舟死死攥着精鐵礦鎬，雙臂酸痛到止不住的打哆嗦。他咬牙掄圓了胳膊，將礦鎬狠狠砸在堅硬的石頭上，強烈的反震力順着木柄傳來，震得他虎口發麻，幾乎要裂開。汗水和着石灰粉流進眼裡，辣得他鑽心生疼。可他連擦都不敢擦一下，只能像台無情的機器，機械地揮動礦鎬。他心裡清楚，絕對不能停，在這見不得光的鬼地方，停下就意味着挨鞭子、餓肚子，甚至直接丟了性命。直到现在，葉晨舟的腦子還有點懵。3天前他還是個熬夜加班的打工人，一眨眼就穿到了這個殘酷的修仙世界。他沒成絕世天才，沒有老爺爺上門收徒，直接變成了天玄宗最底層的靈礦雜役。在這裡，他沒人權，沒地位，在修仙者眼裡，他們連宗門養的狗都不如，就是純粹的消耗品。每天的任務就是在隨時會他的礦井裡沒日沒夜的挖下品靈石，完不成開採指標，輕則挨打扣飯，重則扔去後山餵妖獸。不遠處猛地炸開一聲脆響，緊跟着傳來殺豬般的慘叫。監工趙鐵山拎着一條帶倒刺的黑皮髮辮，罵罵咧咧地走了過來。他滿臉橫肉，雖說只有煉氣3層，在凡人雜役面前卻是活阎王一般的存在。旁邊一個瘦弱雜役實在熬不住，靠着岩壁喘了口氣，正好撞在了槍口上。趙鐵山二話不說，一鞭子狠狠掄了過去，雜役單薄的麻衣瞬間碎裂，後背被抽出一道深可見骨的鞭痕，整個人倒在地上，止不住的顫抖。那瘦弱雜役顧不上鑽心的疼痛，連滾帶爬抓起礦鎬，一邊喘着粗氣，一邊哭喊着求饒，說自己馬上就挖，絕不敢再偷懶。周圍的雜役全嚇得大氣不敢喘，幾個想要求情的趕緊把話咽回了肚子，一個個拼了命的埋頭幹活。葉晨舟用餘光瞥了一眼，心跳瞬間加速，立刻收回了目光。他面無表情，呼吸平穩，活像個沒有感情的挖礦機器。在這吃人的修仙界，沒實力還強出頭就是純找死。他的生存法則只有一條，低頭幹活，絕不惹事。趙鐵山拎着髮辮路過葉晨舟身後，瞅了眼他腳下的碎礦石，又看他穩如老狗的動作，滿意的哼了一聲，大搖大擺走向下一個礦區，直到腳步聲徹底走遠，葉晨舟緊繃的後背才終於放鬆下來。趁着換氣的間隙，葉晨舟在心裡默念一聲，一塊只有他能看見的半透明淡藍色光幕瞬間彈了出來，這就是他穿越而來唯一的底牌。屬性汲取面板，面板極其簡陋，沒有商城，沒有語音，只有孤零零的幾行字。宿主葉晨舟，修為凡人，可用屬性點靈。它的功能簡單粗暴，只要手碰到死物或活物，就能提取對方的屬性，並完美融合到自己身上。剛發現這個金手指的時候，葉晨舟激動的差點叫出聲，恨不得立刻摸一把下品靈石，提取靈氣原地起飛。但他硬生生忍住了。原主的記憶裡，天玄宗對靈石的管控嚴苛到了極點，每塊都要過3次檢測。前腳摸完靈石，後腳他變成廢石頭，趙鐵山絕對會當場活劈了他，槍打出頭鳥，苟住才能贏。這3天裡，他強忍誘惑，老老實實當苦力，就是為了找一個絕對安全的提取目標。收工的銅鑼聲突然響徹整個礦井，雜役們如釋重負，扔下礦鎬癱在地上喘粗氣，隨後排起長隊，背着沉重的礦簍去筛礦區交差。葉晨舟混在人群裡，交的礦石剛好踩在及格線上，不拔尖也不墊底，完美隱身。交完差，雜役們瘋了一樣衝向伙房搶飯，葉晨舟卻站在原地一動沒動，他的目光死死鎖定了篩礦區角落那個巨大的廢料坑。坑裡堆積如山的是篩出來的廢棄鐵礦渣，又硬又沒靈氣，連凡間鐵匠都嫌棄，在宗門眼裡就是純纯的垃圾，每晚都有專人推去後山等着，絕對沒人會在意一堆垃圾的去向。葉晨舟深吸一口氣，抓起大掃帚，快步走到2米多高的廢鐵礦渣山旁，裝作打掃衛生的樣子。四下無人，登記的管事也早就進屋喝茶了。他一把扔下掃帚，右手死死貼在一塊人頭大小、漆黑粗糙的鐵礦渣上，在心裡低吼一聲，讓面板啟動提取。淡藍色光幕瞬間彈出，檢測到廢棄鐵礦渣，可提取屬性為堅硬。葉晨舟毫不猶豫，立刻確認提取。掌心猛地傳來一股強勁的吸力，那塊堅硬的鐵礦渣瞬間失去光澤，直接在他手中崩解，化作一灘灰白粉末，簌簌流了一地。面板提示提取成功，堅硬+1。葉晨舟激動的氣血上湧，雙手直接插進了成堆的鐵礦渣裡。面板的提示音瘋狂刷屏，眼前的礦渣肉眼可見的化為灰燼，不到半炷香的功夫，一大片礦渣全被吸成了粉末，堅硬屬性直接飆升到了100點。他趕緊停手，再吸下去廢料堆塌了，根本沒法跟人解釋。他用腳把粉末和爛泥踩在一起，徹底銷毀了所有痕跡。葉晨舟在心裡默念融合，將100點堅硬屬性盡數融入全身皮膚，一股冰涼刺骨的感覺從心臟迸發，順着血液瞬間湧遍全身，皮膚像被無數冰針扎入，不疼卻緊繃到了極點。皮下組織仿佛注入了高密度金屬液，和肌肉纖維強行搅合在了一起。10幾個呼吸後，異樣感徹底消退。葉晨舟捏了捏自己的小臂，觸感完全變了，原本普通的皮肉，現在硬得像百年老牛皮，手指用力掐下去，連個白印都留不下。他撿起一塊鋒利的碎石片，對着自己的手背狠狠一劃，尖銳的石片劃在皮膚上，就像劃在了鐵板上，只留下一道極淺的白痕。拇指輕輕一搓，就徹底消失了。葉晨舟忍不住倒吸一口涼氣，廢渣裡最低級的屬性，
疊加100點就能實現刀槍不入。這要是再多疊一些，趙鐵山的鞭子抽過來，估計都得當場崩斷。他壓下心底的興奮，清理好現場，拍了拍身上的灰土，快步走向伙房。有了這堅硬屬性兜底，他終於有了一絲在這修仙界活下去的安全感。第二天一早，刺耳的銅鑼聲再次響起，把所有雜役又一次趕下了礦井。丁字號4礦區的環境更差，岩壁不停滲水，滿地都是爛泥。葉晨舟舉起沉重的金鐵礦鎬，狠狠砸向面前的岩石。巨響傳開的瞬間，他眼睛猛地一亮。昨天震得骨頭疼的反震力，今天傳到手上就像被隱形鐵甲徹底吸收，竟然毫無痛感。雙臂的緊繃感反而讓他的力氣變得更大。礦鎬揮出殘影，挖礦效率直接翻倍。他打算早點幹完活，省下體力，晚上接着去提取屬性。就在他專心挖掘半生岩石的時候，頭頂突然傳來一陣細微的碎裂聲，旁邊的老雜役驚恐尖叫，扯着嗓子喊要塌了。葉晨舟猛地抬頭，礦道頂端一塊幾百斤重的锋利葉岩已經徹底斷裂，帶着呼啸的風聲直直砸向他的頭頂。空間太小，腳下又是爛泥，根本沒有躲閃的餘地。千鈞一髮之際，葉晨舟下意識舉起金鐵礦鎬，橫在身前格擋，幾百斤的葉岩狠狠砸在粗壯的鐵柄上，恐怖的衝擊力瞬間爆發。金鐵打造的鎬柄竟被硬生生砸彎折斷，尖銳沉重的鎬頭受力失控，在半空中猛地反彈，帶着狂暴的力量，直直朝葉晨舟的手背狠狠反砸回去。距離太近，速度太快，周圍的雜役嚇得紛紛緊閉雙眼。可下一秒，預想中的血光並沒有出現，礦鎬狠狠砸在葉晨舟手上，沒有流血，反而爆發出一聲清脆的金鐵膠泥。礦洞裡灰塵彌漫，旁邊的老雜役嚇得一屁股坐在爛泥裡，半天都沒回過神來。葉晨舟借着揚起的石灰粉做掩護，迅速把手縮回了袖子裡。他甩了甩手腕，別說重傷，連塊油皮都沒破，剛才那一下就像被木棍輕輕敲了一下而已。他在心裡暗自驚嘆屬性的強悍，表面上卻立刻換上了一副驚魂未定的表情，連滾帶爬往後退了2步，故意把斷掉的礦鎬扔得老遠。老雜役結結巴巴地說着，說他命太大了，剛才那下要是砸實了，手就得直接變成肉泥。葉晨舟憨厚地笑了笑，說自己運氣好，只擦破了點皮，隨手抓起一把灰土抹在手背上，裝作包紮傷口的樣子，就這麼輕輕鬆鬆糊弄了過去。幾天時間一晃而過，很快就到了苦役峰月底考核的日子。大院中央的空地上擺着10幾口大黑木箱，监工趙鐵山坐在太師椅上，手裡盤着2顆玉石，旁邊站着幾個凶神惡煞的執法弟子。管事高聲喊道：“錢有福！”隨即報出成績：下品靈礦80斤，超額完成，賞巨元丹半顆。人群中瞬間爆發出一陣羨慕的驚呼。錢有福滿臉紅光，快步走上前，領走了那半顆丹藥。葉晨舟看得清清楚楚，錢有福剛走下台，周圍幾個老雜役的眼神就變得像餓狼一樣，死死盯住了他兜裡的丹藥。葉晨舟心裡門清，在這吃人的地方，漏付就等於找死。很快，管事喊到了葉晨舟的名字。他背着礦簍，低着頭走到箱子前，把裡面的礦石嘩啦啦全倒了進去。負責稱重的弟子瞥了一眼秤桿，面無表情地報出下品靈礦50斤，剛及格，只能領取最低配给的下品靈米1斤。趙鐵山連眼皮都沒抬一下，這種剛好卡着及格線，既不突出也不犯錯的廢物雜役，他連罵2句的興致都沒有。葉晨舟恭恭敬敬接過那一小袋乾癟的靈米，佝偻着身子退到了人群最不起眼的角落。幾個原本還在打量他的雜役，一看他兜裡那點可憐的配給，立刻嫌棄地移開了目光。葉晨舟在心裡冷笑一聲，這就對了，他要的就是這種毫無存在感的效果。這幾天他不是挖不到更多的礦，而是故意把多餘的礦石敲碎，全都扔進了廢料坑，命都沒了。要那半顆劣質巨元丹又有什麼用？夜深人靜，苦役峰的大通鋪裡鼾聲如雷。葉晨舟猛地睜開眼，像只黑貓一樣輕手輕腳翻下床，順着牆根悄無聲息溜出了院子。他沒去平時那個廢鐵礦渣坑，這幾天他早就踩好了點，順着苦役峰後面一條隱蔽的小路，摸到了丹霞峰傾倒廢料的山溝裡。這裡堆滿了黑漆漆的廢丹渣，散發着刺鼻的焦糊味。這些都是煉丹師煉廢的殘渣，裡面充滿了狂暴的火毒和雜質。誰要是敢拿這些廢渣修煉，第2天就得經脈寸斷，暴斃而亡。可對葉晨舟來說，這裡就是一座無人看守的金山。他蹲在廢丹渣堆前，搓了搓手，2隻手直接插進了那堆溫熱的焦黑藥渣裡，在心裡下令讓面板啟動提取。淡藍色光幕瞬間彈出，檢測到廢棄丹藥殘渣，可提取屬性為火毒和微量靈氣。葉晨舟眼睛瞬間亮了，這金手指果然能自動剝離雜質。他立刻下令只提取微量靈氣，面板的提示音瘋狂跳動，那些廢丹渣徹底失去了最後一絲光澤，化作一灘沒有任何氣味的灰色粉土，一團團精純到極致，沒有任何雜質的靈氣，順着他的雙臂湧入4肢百骸，就像久旱逢甘霖。他乾癟的經脈在純淨靈氣的沖刷下迅速擴張，變得充滿韌性，不需要功法，不需要刻意引導，面板提取的靈氣直接強行灌注，自動轉化為最基礎的修為底蘊。他的骨骼發出輕微的聲響，丹田處原本空空蕩蕩的地方迅速凝聚出一個拳頭大小的氣體，越轉越快。吸收完所有靈氣後，葉晨舟的修為悄無聲息地突破到了煉氣2層，但他立刻用面板鎖死了自己表面的氣息。第2天早上，葉晨舟睜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調出面板，把外露的气息死死按在了煉氣1層初期。為了更穩妥，他還特意把气息搞得虛浮了些，整個人看着就像個嚴重營養不良、隨時要猝死的底層弱雞。他胡亂洗了把臉，推開漏風的破木門，雜役院的空地上已經炸開了鍋。幾個昨天剛領了月錢的雜役正扎堆湊在一起。錢有福站在人群正中間，猛地大吼一聲，手心裡竄出一团橘黃色的火苗，勉強只有個拳頭大小。他得意洋洋地宣布這是驗丹術，是昨天剛去外門執事那裡換來的。周圍的雜役立刻一通馬屁拍上去，說他連法術都掌握了，下個月考核絕對能穩穩進外門。
可話音剛落，那火苗虛弱的閃了2下，直接就滅了。葉晨舟拎着個破水桶從旁邊路過，連正眼都沒給一個。在他眼裡，煉丹術、水刃術這些花裡胡哨的東西，純粹就是催命符。大半夜碰見仇家或者劫匪，原地念半天口訣，手裡猛地亮起一團刺眼火光，等於在腦門上貼了張道士符，喊着快來砍我。打架還自帶發光特效，生怕別人找不準位置。這修仙界弱肉強食，每天消失的人比苦一峰的野狗都多。葉晨舟早就把狗道刻進了骨子裡，花裡胡哨的東西堅決不碰，越不起眼，越像個透明人，活得才越長。放下水桶，葉晨舟溜達到了苦一峰最偏僻的廢舊書閣。這破地方平時連個鬼影都沒有，架子上的玉簡和破書堆滿了厚厚的灰塵。負責看門的老頭四仰八叉躺在搖椅上，呼嚕打得震天響。葉晨舟輕手輕腳摸了進去，在一堆墊桌角的破爛裡翻了半天，硬是拽出了一本快散架的線裝書。他拍掉書上厚厚的灰塵，封面上歪歪扭扭寫着4個大字：粗淺見識。這就是一本凡間武夫用的物理把式書，裡面連怎麼運轉靈氣都沒教，全是教人怎麼揮劍、怎麼劈砍的基礎動作。宗門裡連最廢柴的雜役都嫌棄這本，覺得練了丟修仙者的臉。可葉晨舟要的恰恰就是這本，沒光影特效，不用運轉靈氣，出手絕對靜音，隱蔽性直接拉滿。他拿着這本破書走到門口，輕輕敲了敲桌子。看門老頭揉着眼皮醒了過來，一瞥他手裡的書，滿臉嫌棄，問他拿着破爛幹什麼？說這東西連個不入流的功法都算不上，練一輩子撐死也就是個凡間打鐵的。葉晨舟憨憨地撓了撓頭，陪着笑說，自己就尋思着每天幹活太累，拿着書上的動作活動活動筋骨，強身健體。老頭煩躁地擺擺手，讓他趕緊拿走，翻個身接着躺下補覺，把粗淺劍譜往懷裡一揣。葉晨舟直奔苦一峰後山的柴房，今天的任務是劈滿500斤黑鐵木，這種木頭硬得跟生鐵似的，普通雜役掄一天斧頭下來，手掌都能震裂。可葉晨舟絲毫不慌，第一天提取的堅硬屬性早就焊死在了他的皮膚上。他從柴堆裡挑了把刃口都捲邊的破爛斧頭，深吸一口氣，腦子裡瘋狂回放粗淺劍式的第一式劈，沒有任何花裡胡哨的動作，雙腿微曲，腰部悍然發力，力量順着肩膀直貫手臂，最後盡數灌入手中的破斧頭。一聲脆響，生鏽的斧頭精準劈在黑鐵木的紋理上，堅硬的木頭直接一分為2，斷口齊齊整整。就在木頭裂開的瞬間，面板猛地閃烁了一下，動作符合判定，粗淺劍士熟練度+1。葉晨舟瞬間瞪大了眼睛，他猜對了。這金手指根本不需要非得拿着劍去練，只要動作的發力技巧和軌跡符合劍招的核心，日常打功就能轉化為劍法熟練度。他當即化身打工戰神，幹起活來像打了雞血一樣。他不再只是無腦劈柴，每一次揮動斧頭都在瘋狂調整呼吸、角度和力度。一斧頭下去絕不多浪費1分力，也絕不少用1分力。整整1個上午，300多下精準劈砍，讓他對劈這個動作的理解直線飆升。普通人揮幾百次斧頭，早就雙臂報廢。可葉晨舟有堅硬屬性護體，不僅毫髮無傷，肌肉反而越來越適應這種極致的發力方式。中午，前有福路過柴房，看着葉晨舟滿頭大汗的掄斧子，當場嗤笑出聲，說他劈柴劈得再好也不能原地飛升，不如多抽時間去感應靈氣。葉晨舟停下手擦了把汗，老實巴交的回說自己天資太廢，還是多劈點柴，免得月底考核被扣飯吃。前有福罵了句爛泥扶不上牆，翻了個白眼轉身就走遠了。葉晨舟毫不在意，轉頭攥緊斧頭繼續劈。面板上的熟練度又穩穩跳了一格。下午，葉晨舟準時出現在廢棄礦坑，他拎起沉甸甸的礦鎬，死死盯着粗糙的礦壁，腦子裡瞬間切換成粗淺劍士裡的另一招刺，雙手握死鎬柄，小腿猛蹬地面，整個人如同拉滿的強弓驟然鬆開，礦鎬尖端化作一道殘影，狠狠扎進岩石裡，碎石狂飆，熟練度再+1，緊接着是撩，是掃，是斬。葉晨舟把挖礦的每一個動作全拆解成了劍法招式，他在幽暗的礦坑裡一鎬接一鎬瘋狂輸出，別人挖礦拼蠻力，他挖礦拼微操，為了苟住，不引人注意，他故意放慢出礦速度，每次鎬頭都精準砸在沒有靈石的廢礦上。一天下来，交差的礦石死死卡在了及格線上。嫌棄地瞥了他一眼，像趕蒼蠅一樣揮手讓他滾。就這樣，日子一天天過去，1個月、2個月、半年，苦一峰上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那個會驗丹術的前有福，因為跟人撿了塊低級靈石，被人半夜打傷了腿，像扔垃圾一樣丟出了宗門。而葉晨舟依舊每天雷打不動的劈柴挖礦，他變得更透明了，存在感低到發指。有時候別人走到他旁邊，只要他不吱聲，別人都感覺不到那站着個活人，因為他把呼吸和動作全壓制到了極限。但他面板上的數據卻在以恐怖的速度瘋狂跳動，他對劍法的理解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現在哪怕手裡拿的是根筷子，隨手一揮，發力技巧也絕對完美，契合劍法精髓，快準狠勁，沒有半點多餘動作。半年後的一個深夜，破木屋裡沒點燈，葉晨舟站在狹窄的床鋪前，手裡拎着白天從礦坑撿回來的報廢鐵劍，劍刃缺了7、8個豁口，劍柄的木頭爛了一半，他沒有任何表情，眼神死水一潭，緩緩舉起生鏽鐵劍，對着前方空氣輕輕一揮，沒風聲沒破空聲，這一劍揮出，安靜的讓人頭皮發麻，仿佛連空氣都被這平平無奇的一劍切開了。面板突然爆發出刺眼紅光，字體劇烈狂跳，粗淺劍士突破第1萬字，衍生出特殊詞體，極致鋒利。初五發放口糧的固定日子，管事院外排起了長龍。对雜役來說，1個月2斤的下等靈女，不僅是活命的，更是那點提升修為的微弱念想。葉晨舟混在隊伍中後段，雙手攏在袖子裡，活像個沒睡醒的木頭人。管事趙鐵山癱在太師椅上，手裡拋着碎靈石。周大壯上前領糧，掂了掂袋子，當場急了：“連1斤都沒有，規矩不是1個月2斤嗎？”
趙鐵山冷笑一聲，起身狠狠一腳踹在周大壯肚子裡，把人整個踹飛出2米多遠。周大壯捂着肚子在地上蜷縮，手裡的米撒了一地。趙鐵柱走上前，一腳踩在散落的精米上，捻了捻，吼道：“我的话就是規矩，上個月礦石產量不達標，上頭扣了我的利錢，不從你們這幫廢物身上找補，難道自己掏腰包嗎？半斤米愛要不要？不要就滾！”全場雜役下的大氣都不敢出。趙鐵山如今練氣四層，打傷個把雜役往後山一埋，連個過問的人都沒有。葉辰洲。他趕緊小跑上前，臉上瞬間堆起極其絲滑的討好笑容。趙鐵山突然抬手攔住了正要裝米的手下，冷哼着說：“聽說葉辰洲最近幹活挺滑頭，每次交礦都踩着及格線，問他是不是故意藏私？”這就是明搶了。旁邊幾個雜役紛紛投來同情目光。葉辰洲嘿嘿陪笑說：“我這體格，管事也知道，能挖夠及格線已經拼了老命了。”他不仅沒去接那可憐的半斤米，反而從懷裡掏出上個月自己攢下來的小半斤灵米，連着布袋恭恭敬敬塞進趙鐵山手裡，說：“管事日理萬機，太辛苦，自己這月胃口不好，這點米拿去熬粥補補身子。”趙鐵山當場愣住，他掂了掂米袋，狂笑出聲，說：“算葉辰洲有孝心，滚回去幹活。”是。葉辰洲拱拱手，轉身就走，走出管事院。住得近的雜役跟上來痛罵：“葉辰洲瘋了！上個月存的米都搭進去了，還吃什麼？趙鐵山太欺負人，大不了跟他拼了！”葉辰洲停步嘆了口氣：“拿头拼！你們練氣1、2層，人家4層，要拼你們自己去，我還得留着命劈柴。”說完，加快腳步回屋。葉辰洲心裡悶清，如果剛才不教米，趙鐵山絕對動手。以他現在堅硬皮膚加極致鋒利的劍法，擊敗趙鐵山根本不叫事。但打倒之後，外門陣法隊一下來查，修為面板全得曝光，拿被高層研究的風險去換1斤灵米，只有傻子才幹。只要命還在，吃樹皮他都能用面板提纯出營養。夜色降臨，啃着黑面膜膜的葉辰洲警惕起来。趙鐵山說不定哪天心情不好就闖進屋洞粗泄，必須在屋裡搞個陷阱。他走到床鋪邊，掀起木板挪到角落，露出乾燥堅硬的泥地。葉辰洲伸出融合了堅硬屬性的右手，五指在月光下泛着青黑色的金屬光澤，猛地往地下一插，五指齐根没入硬土，用力一摳，一大塊堅硬泥土被拽出来，連油皮都没破一點。雙手直接化身挖掘機，在床鋪原位向下狂刨，挖出的土全裝進水桶。明早到進後山懸崖，神不知鬼不覺，半個時辰後，一個長2米、寬1米、深3米的垂直深坑成型。練氣中期掉下來也得摔斷腿，但遠遠不夠。葉辰洲跳出洞裡，從柴堆挑出10幾根最硬的黑鐵木，抽出床底那把長滿鐵鏽的制式鐵劍，發動極致鋒利磁條，手腕一抖，殘影劃過，堅硬的鐵木瞬間被削成幾十根尖銳無比的奪命刀刺。接着他從床底摸出個破紙包，裡面是這幾天掃地時用面板、死老鼠、毒蟲屍體裡提煉的毒粉，沾上就讓人渾身麻痹。葉辰洲跳進地洞，把毒粉和致命木刺密密麻麻、喪心病狂地鋪滿了整個地洞邊緣。把挖出來的最後2桶土倒進後山斷崖後，葉辰洲沒有急着回去，他拍了拍手上的灰，沿着斷崖邊緣一條雜草叢生的小路繼續往後山深處走。這條路沒人走，因為路口立着一塊長滿青苔的石碑，上面歪歪扭扭刻着4個大字：瘴毒禁地。古醫風的人都知道，石碑後面是一片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毒瘴沼澤，那地方邪門得很，常年籠罩着紫綠色的濃霧。別說他們這些練氣1、2層的底層雜役，就是內門那些練氣後期甚至主機器的師兄師姐也不敢輕易進去。據說裡面的瘴氣稀少，一口肺管子就能爛穿。曾經有個內門弟子追殺一隻罕見的毒系妖獸，衝進沼澤，結果連個全屍都沒留下，只在沼澤邊緣翻出幾根發黑的殘骸。從那以後，這地方就成了宗門裡人見人躲的鬼門關。但葉辰洲看着前方翻過去，眼睛卻亮得發燙。別人怕毒，他缺的恰恰就是這種沒人搶的屬性狂。葉辰洲沒傻到直接拿肉身硬抗，轉身跑回木屋，在灶台裡扒拉出半盆黑木炭，用石頭砸成碎木，撕下床單上最厚實的一塊抹布，用水打，是把木炭碎末死死包裹在中間，最後找了一節空隙，毒管插進去當通氣孔，一個簡易版粗制爛造彈，絕對管用的防毒面罩就做好。半個時辰後，葉辰洲重新站在石碑前，把布包糊在臉上，死死綁在腦後，咬住主管，深吸一口氣，空氣穿過濕布和木炭帶着一股煙燻火燎的土腥味，但好歹過濾掉了大部分刺鼻氣。他沒有任何猶豫，一頭扎進了紫綠色的毒霧中，剛一踏入邊緣，裸露在外的脖子和手臂立刻傳來一陣密密麻麻的刺痛，就像無數只螞蟻在啃咬皮膚。原本融合了堅硬屬性的皮膚表面，竟開始泛起一絲絲不正常的暈痕，毒氣正在試圖滲透進他的毛孔。葉辰洲不禁反省，立刻在腦海中下達提取指令。面板彈出冰冷的藍光，檢測到低階混合瘴毒，提取成功，獲得毒抗+1。他選擇融合到全身皮膚和血液中，刺痛感瞬間減輕了一絲。他咧嘴一笑，咬着主管繼續往裡走。越往裡走，霧氣越濃，周圍的樹木全變成了枯黑色，光禿禿的樹幹上掛着黏糊糊的綠色液體，地上到處都是不知名野獸的森森白骨。面板上的提示不斷跳動，毒抗+1+1+2，連綿不絕。葉辰洲就像個不知疲倦的吸尘器，一路走一路瘋狂榨取周圍空氣中的毒素。1個時辰過去，他已經在沼澤外圍轉了一大圈，身上的刺痛感完全消失了。如今這外圍的毒瘴打在他身上就像清風拂面，連個紅印子都留不下。面板上的毒抗屬性已經硬生生堆到了1500點，外圍的毒氣被吸得差不多了，屬性點長得太慢。葉辰洲目光投向了沼澤更深處，那裡沒有樹木，
只有一片片冒着氣泡的黑色泥潭。他踩着一塊枯木，小心翼翼靠近一個臉盆大小的泥，裡面咕嚕嚕冒着泡，散發着一股令人作嘔的酸臭味。一隻誤入沼澤的灰毛老鼠從旁邊竄過，一腳踩空掉進了泥潭裡，只來得及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僅僅2、3秒鐘的時間，連皮帶骨直接化成了一灘黑水，連個渣都沒剩下。葉晨舟看得頭皮發麻，但這不僅沒嚇退他，反而讓他心跳加速。這要是提取出來當成攻擊手段，煉氣4層的趙鐵山算個屁！一巴掌過去，直接化成灰。他沒敢直接用手碰，撿起一根乾枯的樹枝，輕輕點在泥潭表面。樹枝接觸泥潭的瞬間，底端立刻發出嗤嗤的腐蝕聲，冒出一股白煙。葉晨舟立刻下令提取，面板彈出，檢測到高強度腐蝕物質，提取成功，獲得腐蝕加1。他選擇融合進雙手食指的骨骼與表皮，10根手指傳來一陣極其輕微的酥麻感。他扔掉那根只剩半截的樹枝，直接把雙手懸停在泥潭上方，開始瘋狂提取。腐蝕加1加5加10，數值暴漲，泥潭裡的黑色液體肉眼可見的速度變得清澈，那股刺鼻的酸臭味也隨之消散。當這一個泥潭被徹底榨乾，變成普通水坑時，葉晨舟的腐蝕屬性已經疊加到了2000點。葉晨舟站起身，看向自己的雙手，10根手指泛起一層詭異的幽綠色光澤，伸手在旁邊一塊拳頭大小的石頭上輕輕一打，石頭表面瞬間冒出白煙，開始融化，幾秒鐘後變成一灘冒泡的灰水。震耳欲聾的青銅鐘聲從主峰方向傳來，連綿不絕，整個苦役峰都跟着沸騰了。今天是宗門3年1次的外門大比，這是雜役們唯一能光明正大偷懶去前山湊熱鬧的日子。平時被管事們壓榨得像牛馬一樣的雜役，全都成群結隊往前山擠。葉晨舟，快點，去晚了連站腳的地方都沒了。今天內門長老親自觀戰，號稱冷面羅剎的沈清霜師姐也要上台。不行，昨晚吃了發霉的黑馍馍，肚子正翻江倒海。周大壯罵了句：“懶驢上磨！”一溜煙跑沒了影。看着苦役峰上的人走得乾乾淨淨，葉晨舟臉上的痛苦表情瞬間收斂。看大比一群練氣中後期的菜雞互啄有什麼好看的？萬一哪位脾氣暴躁的是胸打紅了眼，一道劍氣劈歪了，飛到觀眾席，雜役這小身板，擦着就傷，碰着就亡，湊這種熱鬧純屬嫌命長。葉晨舟轉身直奔苦役峰後山的差事堂，裡面冷冷清清，只有一個半禿頂的孫執事正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所有人都跑去看大比。葉晨舟走上前，輕輕敲了敲桌子，說：“我來領今天的任務。”今天外門大比，全宗放假半天，你跑來領什麼任務？我資質差，修為低，要是再不勤快點，下個月的靈米配額怕是又要被扣。想趁着今天沒人多幹點。去廢棄庫清點垃圾，把裡面那些徹底爛成渣的破銅爛鐵掃出來腾腾地。幹完了來交差。這就是他今天的真正目的。廢棄庫在苦峰最陰暗的角落，是個常年不見陽光的巨大石洞。宗門幾千名弟子每天戰鬥切磋探險，壞的法器不計其數，那些徹底修不好的報廢品全被當垃圾扔在這裡。推開沉重的生鏽體，一股刺鼻的鐵鏽味和霉味撲面而來。石洞裡刀槍劍戟盾牌內甲斷的斷，碎的碎，堆得像一座座小山。這滿屋子的破爛，在別人眼裡是白給都不要的垃圾場，但在葉晨舟眼裡，就是一座沒有守衛的超級金山。葉晨舟走進去，反手把庫門死死關上，還嫌不夠，又搬起旁邊一塊幾百斤重的廢棄煉丹爐，直接堵在了門後，確認外面絕對不可能有人進來後，他從腰間抽出那把生鏽的制式鐵劍。他走到離門最近的一座垃圾山前，隨手抓起半截斷裂的開山刀，面板彈出，檢測到殘破的一階下品法，氣提取成功，獲得銳度加1。葉晨舟當即下令融合進手裡的鐵劍，那半截開山刀直接化作一灘灰白色鐵粉從指尖滑落，而另一只手握着的生鏽鐵劍，劍身微微顫鳴了一聲，沒有停頓，雙手齊出，直接插進那堆廢銅爛鐵，開始毫無節制的瘋狂掃蕩。面板上的提示音幾乎連成了一條線，銳度加3，韌性加2，銳度加1，韌性加5。雙手所過之處，成百上千件殘破法器，就像風化了1000年的脆弱化石，紛紛碎裂成一地粉末。葉晨舟就像一個人形飛洞，在這幾千件殘破法器瘋狂提取銳度和韌性。1個時辰，2個時辰，廢棄庫裡的垃圾山影肉眼可見的速度矮下去，地面上積了厚厚一層鐵灰和雜質。當他把角落裡最後一塊裂開的玄鐵盾牌吸成粉末後，終於停了下來，長長吐出一口濁氣，滿頭大汗，但精神亢奮到了極點。幾千件殘破法器被他生生榨乾了最後一點剩余價值，銳度和韌性2項屬性直接暴漲了足足3萬點。葉晨舟低頭看向右手裡那把生鏽的制式鐵劍，劍刃上隱隱浮現出一道斬斷光線的黑痕。這把破劍此刻的鋒利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它本身應有的品質。輕輕一劃，空氣中就傳來一聲極細微的嗡。外門差事堂今天差點被人把房打掀，一個人影惨叫着砸碎了堂前掛任務的告示牌，木屑橫飛，一口血噴了滿地。2個外門弟子正紅着眼拔出法器成績，為了一個看守巡兵，寒潭的任務當場破本。那任務不僅一次性給10塊下來，還能在寒潭邊上免費蹭半個月的濃郁靈氣，簡直是肥差中的肥差。其中一個弟子指着另一個怒吼：“任務是他先看上的，上面又沒寫名字，誰搶到算誰的！”2人越罵越凶，直接拔劍對砍，周圍立刻圍上一大圈看熱鬧的弟子，喊打喊殺聲震天響。葉晨舟揣着雙手，縮着脖子，像個透明人一樣貼着牆根，溜進了差事堂最裡面的角落。他連看都沒多看那2個打傷痕累累的外門弟子一眼，
10塊靈石听着挺多，但不夠買命的，萬一打殘了，後續療傷要的錢都不止10塊。他熟練的湊到最偏僻的那個任務板前，上面的木牌都落了一層厚厚的灰，全是一天幹到晚還不給靈石的苦力活。他的目光掃過挑糞洗刷妖獸圈，最後定格在一塊黑漆漆的木牌上，修復後山石階，任務獎勵只有3個宗門貢獻點不管飯，這活狗都不幹。後山那條老石階足足上萬級，年久失修，全是大號青石板，搬起來累死人不說，還半點油水沒有。葉晨舟卻像看到了絕世功法，一把扯下木牌跑到櫃檯前說：我接了。打瞌睡的执事抬頭瞥了他一眼，台階塌了一大半，3天內修不完要豆蔻张月貢獻點兒。我確定，我修為低，就喜歡清靜，幹點笨活踏實。按了個手印，拿了工具條子，轉身就走，生怕執事反悔。半個時辰後，葉晨舟站在了後山腳下，這裡的確荒無人煙，連個鬼影子都沒有，長滿青苔的石階斷斷續續，一直蔓延到半山腰的雲霧裡。他把鐵鎬和泥灰往地上一扔，根本沒去管那些碎裂的石板。深吸一口氣，雙腳微微分開，雙手直接死死按住旁邊一塊裸露的巨大山體岩脈，這是後山的地脈所在。整座大山經歷千萬年沉澱，最不缺的就是那種穩固厚實的力量。面板彈出，檢測到龐大且連綿的地脈之力，提取成功，獲得厚重加1。葉晨舟毫不猶豫下令，全部融進骨架和肌肉裡。一瞬間，他感覺雙腿猛地一沉，像是憑空灌了上百斤铅水。但試着抬了抬腿，發現身體依然輕盈，動作完全不受影響。那股厚重的力量是內斂，沒有拖慢速度，只是讓下盤變得像扎根在岩層裡的老樹一樣穩如泰山。葉晨舟開始幹活了，一手拎着幾百斤重的殘破青石板，像拎豆腐一樣輕鬆扯出來扔掉，另一只手始終貼着地面或山壁，保持提取狀態。厚重加5加10加20，面板上的提示音像豆子一樣瘋狂刷新，別人需要3、5個人合力才能抬起的全新10條。他單手抓着一頭，一腳踢過去，就精準卡進台階縫隙裡。但他根本不在乎台階修得有多快，全部注意力都在瘋狂暴漲的屬性點上。1天2天，葉晨舟餓了就啃2口隨身帶的硬面餅，渴了喝點山泉水，困了直接躺在石階上眯一會。後山的地脈之力簡直無窮無盡，這種連綿不斷白嫖屬性的感覺，讓他像個上癮的賭徒，完全停不下來。他的骨骼深處開始發出細微的爆鳴聲，原本融合了堅硬屬性的皮膚下，隱隱透出一股沉穩的暗黃色光澤，身體密度正在以極度誇張的速度暴增。第3天傍晚，夕陽西下，最後一塊石板被葉晨舟一腳踩平，嚴絲合縫。他站直身子，長長呼出一口帶着土腥氣的白氣。原本破敗的萬級石階已經被他一個人硬生生修得平平整整。但更讓他興奮的是面板上此刻的數據，厚重屬性整整1萬點。葉晨舟握了握拳頭，感覺现在的自己就像被壓縮到極點的人形大山。他低頭看了看腳下的青石板，好奇1萬點厚重屬性集中在自己肉身上到底是什麼概念。試着跳了一下，整座後山的地面跟着猛地一震，發出一聲悶響。四周樹林裡的鳥驚得撲騰騰亂飛。葉晨舟趕緊收起力量，把那1萬點厚重屬性強行壓制在骨髓深處。剛才那一下要是被人看見，非得把他當成什麼化形大妖給抓起來切片研究不可。他趕緊拿起掃帚，裝作什麼都沒發生，溜達到後山另一條偏僻的林荫小道上，開始今天的日常掃地任務。剛才修台階的動靜有點大，得趕緊幹點雜活，掩人耳目。掃了沒半個時辰，小道旁邊的灌木叢裡突然傳來一陣粗重的喘息聲，接着是樹枝被撞斷的聲響。葉晨舟耳朵一動，手裡的掃帚瞬間停住，一個渾身是血的人影從叢裡滾了出來，一頭栽在葉晨舟剛掃乾淨的青石板上，把地面染紅了一大片。葉晨舟定睛一看，這人穿着一身標誌性的月白色長袍，那是內門弟子的服飾，只不過現在這身長袍已經破成了布條，胸口有一道深深的刀傷，左胳膊氣根斷裂，傷口處泛着一股詭異的黑氣，傷成這樣居然還沒死，命夠硬的。那內门弟子艱難地抬起頭，滿臉泥污，泛着水光的雙目死死盯住正拿着掃帚的葉晨舟。他顫抖着從懷裡摸出一塊沾滿黑色血跡的玉简和一枚儲物戒指，聲音嘶啞地說：你快拿着這些東西去前山找陣法堂的方老師，告訴長老有叛徒，只要把消息送到，戒指裡的靈石丹藥全歸你，方長老還會保他進內門發大財。葉晨舟站在原地，連眼皮都沒眨一下，看着那枚閃閃發光的儲物戒指，心裡連半點波瀾都沒有。這要是換個剛入門的愣頭弟，這會兒肯定激動的雙手發抖，拿了戒指就去當英雄。一個修為少說有練氣後期的內门弟子，被人砍成這副熊樣，追殺他的人得是什麼狠角色，筑基期甚至更高。他一個小小的雜役，跑去摻和内門高層的夺權陰謀，或者仇殺，純屬嫌命長。那塊玉简就是催命符，那枚儲物戒指上說不定還留着神識標記或者追蹤手段，誰拿誰死。這種大宗門的內門弟子往往都有本命魂燈留在宗門，一旦被人殺死，死前看到的最後畫面或者凶手的气息，大概率会傳回魂燈。為了點破銅爛鐵惹一身騷，純屬腦殘。葉晨舟一句話都沒說，甚至連呼吸的節奏都沒變。他沒有上去救人結交，也沒有落井下石，他直接後退了一步，握緊手裡的掃帚。那內门弟子看着葉晨舟後退，急得又噴出一口黑血，聲嘶力竭地喊：快接住！
葉晨舟毫不理會，轉身就走，不僅走，他還極其專業地開始掃地。他揮動掃帚，順着自己後退的路線，把地上的落葉和浮土一層層掃過來，精準地蓋住了自己剛才站立位置的腳印。掃帚摩擦地面的聲音，在這陰沉的樹林裡顯得格格不入。那內門弟子絕望地破口大罵：“懦夫！”聲音越來越弱，葉晨舟充耳不聞，罵就罵吧，隨便罵，反正被罵又不會掉一塊肉。他一邊繞路退向旁邊茂密的草叢，一邊飛快掃平痕跡，連一根折斷的雜草，他都用掃帚桿撥弄回原位，沒留下任何反常的折痕。退了大概10米遠，葉晨舟一貓腰，直接鑽進一片半人高的雜草叢裡。他把那1萬點厚重屬性稍微釋放出一點點，壓住自己的心跳和血液流動速度，整個人蹲在泥地裡，氣息收斂得像一塊冰冷沉寂的石頭。葉晨舟剛藏好不到10個呼吸的時間，3道飛影如同鬼魅般從天而降，落在那個內門弟子身邊。一股濃烈的煞氣瞬間籠罩了這片區，空氣裡的溫度都好像下降了好幾度。幾個追殺而來的黑衣人衝到現場，四處張望，完全沒有察覺到10米外正蹲在草叢裡一動不動的葉晨舟。那3個黑衣人在原地搜了半天，除了內門弟子的遺體和滿地黑色葉子，什麼都沒撈着。東西怎麼沒在這小子身上？是不是被路過的妖獸叼走了？放屁！趕緊處理遺體撤退，一會兒陣法堂的人聞着味兒就來了。幾個黑衣人手腳麻利地倒上化屍粉，這一陣刺鼻的黃煙，地上的遺體化作一灘黑水。3人身形一閃，瞬間消失在樹林深處。葉晨舟蹲在10米外的雜草叢裡，一動不動。他沒急着出來，硬生生在草窩裡又蹲了整整1個時辰，直到天徹底黑透，後山連個鳥叫聲都沒了，他才慢慢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他感慨了一句：“內門這幫人下手是真黑。”扛着掃帚順着沒人的小路，一溜煙跑回了自己的破木屋，把門關死，又搬起桌子堵在門後。白天的事給他敲了個警鐘，宗門裡越來越不太平，連內門弟子都敢在後山明目張膽的殺人滅口。萬一哪天這幫狠人跑到苦風來，自己這破木屋連人家一道劍氣都擋不住。地下那個3米深的毒刺陷阱是用來陰人，但前提是別人得先進屋掉下去。如果人家嫌麻煩，直接在外面放把火，或者扔個法術把木屋給平了，自己連同陷阱都得被活埋。必須加固這間屋子，必須疊甲，往死裡疊。葉晨舟立刻動手，他把床底下的破罐子全拖了出來，裡面裝的全是他之前在廢棄不瘋狂提取殘破法器後剩下的灰白色金屬粉末残渣。這些邊角料虽然失去了銳度和韌性，但本身材質都是精鐵玄銅，甚至更高級的靈礦，拿來當化陣法的材料再合適不過。他又找出一個豁口的破碗，倒了半碗水，把金屬粉末全倒進去，然後咬破手指，擠了幾滴血進去當引子，用根筷子瘋狂攪拌，很快一碗粘稠的像黑泥一樣的特制陣法墨水就調好。葉晨舟不懂什麼高深陣法，古一峰發的那本破爛簡明陣文錄裡只有2個最爛大街的陣圖，一個是用來給米缸防老鼠的固壁陣，一個是用来給茅房除味的引氣陣。平時根本沒人拿這2個陣法當回事，威力小得可憐。但葉晨舟不在乎，質量不夠數量來湊。他蹲下身子，用筷子蘸着那碗黑泥墨水，開始在木屋地板的背面一筆一筆地畫起了固壁陣的紋路。這陣法圖案簡單到了極點，就是幾個相互嵌套的圓圈，加上12條放射狀的線條，連雜役裡最笨的那個都能照着畫出來。但葉晨舟畫完第1個之後沒有停手，他緊挨着第1個固壁陣的邊緣又畫了第2個，然後第3個、第4個。他把整塊地板翻過來，在背面密密麻麻地畫滿了固壁陣，一共畫了整整50個。50個最低級的固壁陣疊加在一塊木板上，單個固壁陣的防禦力大概相當於1層薄鐵皮，那50個疊加在一起，就相當於50層薄鐵皮焊死在了這塊木板上。畫完地板，他又開始畫牆壁，4面牆的木板全被他一塊塊拆下來，在背面畫滿固壁陣之後再裝回去。從外面看，這破木屋還是那副隨時要散架的爛樣子，但從裡面看，每一寸木板的背面都密密麻麻布滿了陣，黑色的線條在暗處反着若有若無的微光。接着他開始在門板背面和窗戶框上畫引氣陣，同樣的操作，同樣的喪心病狂，每個位置50個引氣陣疊滿。畫完之後，整間木屋就像是被一層無形的罩子籠住，從外面路過的話，連裡面有沒有人呼吸都感覺不到。葉晨舟畫完最後一筆，直起腰來看着。葉晨舟看着自己的傑作，滿意地點了點頭。從外面看，這間屋子依舊是苦一風，最破最爛最不起眼的那個棚子，風一吹就吱呀作響，門板上的裂縫大得能伸進去一隻手。但實際上，這間屋子現在的防禦力已經堪比一座小型堡壘，50層固壁陣疊加的牆壁，練氣後期一劍劈上去都得崩出火星子。地下3米的陷阱讓任何闖入者有來無回，50層引氣陣把裡面的一切气息吞得干干淨淨。葉晨舟把木板蓋回床鋪位置，在上面鋪好被褥。從外面看就是一張普普通通的破木板床，誰也想不到床板下面是一個3米深的夺命地洞，洞底插滿了淬毒的尖刺。他躺在床上，閉上眼睛，嘴角微微翹起。在這吃人的修仙世界裡，想要活下去就得把自己武裝到牙齒。明面上他是苦一風最不起眼的透明人，暗地裡他的小破屋已經變成了一座讓人有進无出的绞肉機。只要苟住不暴露，屬性面板就會源源不斷的給他疊加底牌。等屬性堆到連金丹期都拿他沒辦法的那天，才是他真正亮出獠牙的時候。在那之前，他葉晨舟就是苦一風裡最老實、最廢物、最沒存在感的那條鹹魚，誰也別想讓他出頭，誰也別想讓他冒險。他翻了個身，裹緊被子，
在50層固壁陣和引氣陣的重重保護下，沉沉睡去。窗外月光透過門板裂縫照進來，落在他平靜的臉上。苦一封的夜一如既往安靜，沒有人知道這間最破的木屋裡住着一個正在悄無聲息變強的怪物，也沒有人知道那個每天彎着腰掃地劈柴的瘦弱雜役，身上已經疊滿了足以碾壓練氣巔峰強者的恐怖屬性。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固壁陣套引氣陣，大陣套小陣，小陣連大陣。1個時辰過去，牆板上的陣法已經疊了10層。木屋裡那股發霉的味道徹底消失，連他在屋裡大喘氣的呼吸聲，只要不走出這扇門，外面根本聽不見一絲一毫。但這還不夠，葉晨舟端着破碗繼續蘸墨，繼續畫20層、30層、40層，汗水順着下巴往下，手腕酸得發抖，但眼神卻越來越亢奮。那些特制的金屬墨水被陣法之力牽引，深深滲透進木板的每一道紋理之中。普通的爛木頭正在發生一種極其詭異的質變，直到天快亮的時候，他終於畫完了最後一筆。足足50層固壁陣和引氣陣互相嵌套，死死鎖在了這間10個平方的破木屋上。葉晨舟扔掉禿毛筆，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粗氣。他抬頭看向四周，木屋從外面看依舊是那副隨時要被風吹塌的破爛模樣，牆板上連陣法的痕跡都看不出來。引氣陣把所有的靈氣波動全都掩蓋得死死的。葉晨舟站起身，走到正對門口的那堵牆前，深吸一口氣，把腿部的厚重屬性和双手的堅硬屬性瞬間調動起来。他可是融合了10000點厚重和上千點堅硬的怪物，這一拳下去，就算是後山那塊幾千斤重的青石板也能砸成碎渣。他猛地扭腰，右拳帶着刺耳的破風聲狠狠轟向牆壁。木屋外表看起來摇搖欲墜，但他全力一拳砸上去，木板連一絲木屑都沒掉。葉晨舟揉了揉稍微有點發麻的右手關節，滿意的看着面前連漆皮都沒掉的木板牆。50層陣法疊上去，這破木屋現在的硬度估計比內門長老的防禦法寶還要硬上3分。安全屋是有了，但他心裡還是不踏實。木屋再硬，他總不能天天躲在裡面不出來幹活，萬一在外面遇到高階修士鬥法的無妄之災，人家隨手一道榴彈劍氣甩過來，自己這身板虽然硬，但也絕對不好受，得弄點保命的底牌，最好是穿在身上。他摸了摸懷裡乾癟的錢袋，這些年摳摳搜搜，每個月省吃儉用，攢下了大概10幾塊碎靈石。這點錢去宗門正規的百寶閣，連個最下品法器的劍柄都買不起，只能去方室外圍的地攤碰碰運氣。天玄宗的方室建在前山和後山交界的一個大山谷裡。葉晨舟換了身最破舊的灰布雜衣服，把頭髮弄亂，低着頭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裡，走進了方室。街道兩邊是各種氣派的商鋪，門口站着水靈靈的女修迎客。他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徑直穿過主街，鑽進了方室最深處最髒亂差的舊貨箱。這裡兩邊隨便鋪着幾塊破布，上面擺滿了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缺了口的飛劍，黑乎乎的不知名草藥，甚至是沾着泥土的妖獸骨頭。擺攤的大多是外門混的不如意的老油子，或者缺錢應急的低階弟子，到處都是吆喝聲。有人喊着上古修士洞府剛挖出來的殘破法寶，只要50塊下品靈；有人叫着2階妖獸鐵宗珠的獠牙是煉器極品材料。葉晨舟揣着手像個瞎子一樣在各個地攤前走走停停，那些發光發亮賣相不錯的殘次品他連問都不問，那些東西早就被人用神識掃過無數遍，真有漏也輪不到他來撿，更何況價格太貴，買不起也容易引人注目。他專門往那些賣爛石頭廢銅爛鐵的地攤湊，連攤主自己都說不清是什麼東西的死角地攤湊，轉了大半個時辰。葉晨舟在一個角落裡的破草席前停了下來，攤主是個瘦得像猴一樣的外門老弟子，正靠在牆根打瞌睡。草席上擺着幾把生鏽的鐵片，幾張畫廢了的符籙，全是不值錢的垃圾。葉晨舟蹲下身，隨手扒拉了一下那幾把鐵片，然后裝作不經意的目光落在了草席邊緣用來壓住布腳的一塊黑疙瘩上。這東西只有拳頭大小，黑不溜秋，表面坑坑洼洼，一點靈氣波動都沒有，看起來就像是煉器爐裡倒出來的廢渣。但他剛才走近的時候，腦海深處的屬性汲取面板居然極其罕見的微微跳動了一下，這說明這塊廢渣裡藏着連面板都感興趣的東西。葉晨舟拿起生鏽的鐵片在手裡掂了掂，故意皺着眉頭問價。瘦猴攤主瞥了他的雜衣服一眼，懶洋洋的喊了5塊碎靈石。葉晨舟把鐵片往草席上一扔，嫌貴做事要走。攤主趕緊坐直身子，降到3塊。葉晨舟停住腳嘆了口氣，行吧，3塊就3塊。不過我這人有個毛病，買東西喜歡搭點天頭。說着，他十分自然的伸手一把將壓着布腳的那塊黑疙瘩抓了起來，在手裡拋了2下，入手極沉，冷冰冰的。這塊壓攤布的破石頭歸我了，拿回去剛好墊那個缺了1條腿的床鋪。飛快地數出3塊碎靈石塞進攤主手裡，抓着黑疙瘩和鐵片轉身就擠進了人群。攤主愣了一下，看看手裡的靈石，又看看葉晨舟消失的方向，嗤笑了一聲，覺得哪來的傻子，一塊普通的破鐵礦渣還當個寶一樣順走。半個時辰後，葉晨舟回到了那間固若金湯的破木屋裡，鎖死房門，拉上窗戶，盤腿坐在床上，把那幾塊生鏽鐵片隨手扔到一邊，双手捧起了那塊黑疙瘩。他深吸一口氣，在腦海中下達提取指令，面板瞬間爆發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刺眼的幽藍色光芒。檢測到高純度遠古符文殘體正在玻璃雜質，黑疙瘩表面突然開始出現密密麻麻的裂紋，一層層黑色石皮像乾枯的泥巴一樣剝落，化作粉末從指縫間流走。不到3個呼吸的時間，原本拳頭大小的黑疙瘩只剩下一個指甲蓋大小的微光物體。那不是一種屬性，而是一個極其繁複，如同某種微型陣圖般糾纏在一起的血紅色符文，懸浮在掌心上方半寸處，散發着一股令人心悸的狂暴氣息。面板顯示提取成功，獲得特殊稀有词條反傷符文，效果為遭受物理或法術攻擊時，將吸收的傷害以100%的比例瞬間反彈給攻擊者。葉晨舟倒吸一口涼氣，瞬間瞪圓了眼睛，100%反彈傷害意味着只要別人沒法一巴掌把他直接拍死，哪怕對方是個築基期的修士砍他一刀，對方自己也得結結實實挨上同等威力的一刀，配合他10000點厚重和幾千點堅硬的烏龜殼體質，誰打他誰倒霉。面板提示選擇融合部位，葉晨
晨舟一把扯開破舊的灰布外衣，露出裡面一件早就洗得發白，到處是補丁的粗糙獸皮內甲，那是他剛入門時用10斤靈米跟別人換的二手。他毫不猶豫，直接將反傷符文融合進了貼身內甲裡，內甲表面泛起了一層暗紅色的詭異光澤，隨後光澤隱沒，重新變成那副破破爛爛的寒酸模樣。第二天一大早，葉晨舟像往常一樣拎着2個大木桶去。林田澆水，陽光刺眼，天氣悶熱，連一絲風都沒有。一群雜役正彎着腰拔草捉蟲，周大壯在隔壁田裡一邊擦汗，一邊小聲咒罵管事趙鐵山，又克扣了他們的除蟲藥。就在這時，後山深處的方向突然傳來一聲極其沉悶的號角聲，凄厲刺耳，穿透力極強，根本不是平時召集弟子的青銅鐘聲。葉晨舟手裡的木瓢微微一頓，抬起頭，緊接着地面開始震動。起初只是細微的顫抖，木桶裡的水面蕩起波紋，但僅僅幾個呼吸的時間，震動瞬間加劇，仿佛有數百上千匹戰馬在發足狂奔。周大壯直起腰，茫然地看着後山方向問：是不是地龍翻身了？一個眼尖的雜役突然尖叫，這指向溥儀峰外圍的木柵，足足有2人高，用粗壯鐵木扎成的防衛柵欄像紙糊一樣被瞬間撞碎，木屑漫天飛舞中，10幾頭體型像小牛犢一樣大的野獸，雙眼猩紅，帶着一股腥風，直接衝進了雜役區。那是後山御獸峰的靈獸，他們瘋了，靈獸暴動了！整個靈田瞬間炸開了鍋，那些平時用來給宗門拉車看門的低階靈獸，此刻全都沒了理智。衝在最前面的是幾頭一階下品的鋼牙豬，渾身長滿黑色硬質鬃毛，獠牙比匕首還長，低着頭見人就撞。一個跑得慢的老雜役，連慘叫都沒來得及發出，直接被一頭鋼牙豬攔腰重重撞倒在。雜役們徹底崩潰了。他們修為最高也不過練氣2、3層，連個像樣的攻擊法術都不會，手裡的武器只有鋤頭和鐮刀。面對這群發瘋的妖獸，完全就是單方面的衝擊，場面瞬間亂成一鍋粥。有人往山上跑，有人往屋裡鑽，還有人嚇得腿軟癱在地上。葉晨舟站在原地，眉頭緊抿，他沒有跑。在這種混亂情況下，把後背留給4條腿的妖獸，純屬送人頭。2條腿絕對跑不過4條腿，但他也絕對不可能出手。這幾隻低階妖獸在他眼裡跟紙糊的沒區別，一拳就能把鋼牙豬的屎打出來。可打完之後呢？宗門靈獸暴動絕對非同小可，說不定天上有內門。長老正踩着飛劍用神識往下掃，他一個練氣1層的底層雜役，一拳轟死一頭一階妖獸。這畫面被高層看到，明天就得被綁在解剖台上，不能打也不能跑。葉晨舟的目光飛快地在四周掃過，不遠處幾頭烈風狼剛剛撲倒了幾個逃跑的雜役，正兇猛撲壓着那裡已經倒下了4、5個不省人事的雜役。葉晨舟深吸一口氣，毫不猶豫地衝向那個方向。他不是去救人，他是去借用一下場地，跑到倒下的雜役旁邊，一腳踩進黑色泥洼裡，伸手在地上抹了一把黑色血跡，直接胡亂抹在臉上脖子上，雙手用力一扯，把胸口和袖子的布料撕成幾條破布，偽裝成被利爪。撕裂的傷口，動作一氣呵成，行雲流水。弄完偽裝，葉晨舟往地上一撲，順勢趴在倒下的人群旁裝死，一動不動。他甚至非常細節地把半截殘破的衣物壓在了自己背上，半張臉埋在泥水裡，只留出一個鼻孔呼吸，同時調動體內那1萬點厚重屬性，強行壓緩了心跳和體內氣血流速，呼吸變得極其微弱，體溫迅速下降。現在就算有人過來探脈搏，也只會以為這是一具剛死不久的屍體。周圍的慘叫聲此起彼伏，肉體被撕裂的聲音，妖獸咀嚼骨頭的聲音近在咫尺。苦役峰徹底變成了修羅場，鮮血的味道刺激的那些妖獸更加狂躁，像推土機一樣把沿途的木屋靈田全部踩爛。葉晨舟閉着眼睛，心裡冷靜的沒有一絲波瀾。只要苟過這一波，等宗門的陣法隊和內門高手趕到，這群低階妖獸立刻就會被鎮壓。他只需要安安靜靜的當一具合格的背景板屍體就行。突然一陣粗重且腥臭的喘息聲在葉晨舟耳邊響起，地面傳來沉重的腳步聲，一頭體型碩大的妖獸慢悠悠地走到了屍體堆旁邊，蹄子踩在泥水裡發出黏糊糊的聲響。他感覺到一個濕漉漉帶着倒刺的舌頭在旁邊的屍體上舔了2下，似乎在挑選哪塊肉比較新鮮。那頭妖獸的鼻子湊近了葉晨舟所在的區域，開始來回抽動，一陣溫熱腥臭的鼻息直接噴在了他的後脖梗上。這是一頭一階中品的玄甲熊，體型比成年野牛還大1圈，渾身毛髮像鋼針一樣根根倒立。這種妖獸不僅力大無窮，而且皮糙肉厚，發起狂來連普通的練氣後期修士都不敢正面硬剛。葉晨舟依舊像一塊石頭一樣，連眼皮都沒有抖動一下。玄甲熊喉嚨裡發出一聲低沉的悶吼，直接抬起那只比臉盆還大、長滿倒刺活泥垢的右熊掌，一掌狠狠拍了下來。這一掌少說上千斤力道，拍在普通雜役身上，能直接把人的脊梁骨連同5臟6腑一起擊碎。但在熊掌接觸到葉晨舟後背的那1000秒，貼在他皮肉上的那件破爛獸皮內甲，表面毫無徵兆閃過一道極其隱秘的血紅色符文光芒，面板彈出，檢測到外部物理攻擊，反傷符文已激活，傷害100%反彈，加上葉晨舟體內整整1萬點厚重和上千點堅硬屬性，他現在整個人就像一塊死死焊在地下，硬度堪比万年玄鐵的砧板。玄甲熊這是大力沉的一巴掌拍在這塊砧板上，所有的反作用力被符文在一瞬間完美收集，然後狂暴地傾瀉了回去。一聲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聲驟然響起，壓過了周圍所有的慘叫。玄甲熊連慘叫都沒來得及發出，他那條粗壯的右胳膊從熊掌一直到肩膀，仿佛內部塞滿了炸藥般直接炸開，殘骸橫飛，堅硬的臂骨瞬間崩碎，成百上千塊尖銳的碎骨像霰彈一樣向外爆射，半條胳膊在1秒之內被他自己的力量硬生生震成了一團黑色霧氣。巨大的反震力不僅廢了他的胳膊，更是順着肩胛骨直接摧毀了他的5臟6腑。玄甲熊這才發出一聲凄厲到極點的慘嚎，
龐大的身軀像個破麻袋一樣向後倒飛出去，重重砸在2米外的靈田裡，壓塌了一大片靈道。他在泥水裡瘋狂地抽搐翻滾，僅剩的左爪在地上亂刨，嘴裡大口大口往外噴着，夾雜着碎塊的黑色液體。僅僅掙扎了不到10個呼吸，就徹底沒了動靜，死透了。而全程趴在死人堆裡的葉晨舟連眉頭都沒皺一下。剛才那一巴掌拍下來，他只感覺後背像是被人不輕不重地推拿了一下，連皮都沒破，反倒是那頭倒霉的熊直接把自己給送走了。葉晨舟繼續閉眼裝死，等宗門陣法隊趕來清理殘局。這頭死熊就躺在他2米外，正好給他當了最好的掩護。周圍其他的妖獸聽到同類死前淒厲的慘叫，本能地感到了一絲恐懼，紛紛避開了葉晨舟所在的區域，轉頭去追殺那些還在四處亂跑的雜役。一炷香時間後，苦一峰上空突然傳來一連串尖銳的破空聲，10幾道耀眼的飛劍劍光如同流星般劃破天際，帶着凛冽殺氣穩穩停在半空中。帶頭的是一個穿着黑底衣、邊長袍的內門陣法堂執事，築基期的威壓毫無保留地釋放出来，壓得下方那些發狂的低階妖獸齊齊趴在地上瑟瑟發抖。他暴喝一聲，下令全殺，不留一個。身後10幾名陣法隊弟子同時捏動剑诀，飞剑化作一道道殘影，在苦一峰上來回穿梭。一顆顆碩大的妖兽頭颅接連落地，這些在雜役面前如同死神般的妖獸，在內門精英面前脆弱的就像地裡的大白菜。不到半盏茶的時間，10幾頭妖獸被斬殺殆盡。帶頭的執事冷冷吩咐清理現場，救治傷員，把妖獸屍體收集起來，妖丹和皮毛送回宗門保護。清理現場，救治傷員，把妖獸屍體收集起來，妖丹和皮毛送回宗門保護。說完，踩着飞剑去巡視其他地方了。幾個陣法隊弟子收起飞劍，滿臉嫌棄地降落到滿是泥濘和污跡的靈田裡。一個高個子弟子一邊，這幫雜役太廢，隨便幾隻1階妖獸就咬死這麼多人。一邊用腳踢開擋路的殘骸。兩人一路走走停停，很快來到了葉晨舟所在的死人堆旁邊。高個子弟子突然停下腳步，指着地上的玄甲熊屍體讓同伴来看。两人蹲在巨大的屍體旁，看着爆碎後的右半邊身體，面面相覷，完全想不通他是怎麼把自己震死。高個子用劍鞘戳了戳那堆散碎的骸骨殘塊，邪門了，這熊難道是狂暴過頭，自己把靈力憋炸了？整條右胳膊連帶半扇肋骨全碎成了沙，死法太憋屈了。另一個胖弟子站得遠遠的，捂着鼻子，管他怎麼死的，1階低級妖獸發瘋本來就容易走火入魔，趕緊登記，把有用的材料割下來帶走。兩人麻利地掏出包皮刀，把玄甲熊身上還算完整的皮毛和妖丹挖了出来。胖弟子還把左邊那只完好的熊掌塞進了自己儲物袋裡，打算晚上下酒。就在两人準備踩飞劍去下一個區域的時候，地上的死人堆裡突然轉來一陣極其虛弱的呻吟。葉晨舟掐着點適時地睜開眼睛，滿臉污跡，渾身像篩糠一樣劇烈顫抖，手腳並用的在泥地裡往後爬，一邊爬一邊驚恐地大喊：別吃它，肉蒜不好吃！那副嚇得魂飛魄散的模樣，簡直比真被嚇傻了的人還要逼真3分。高個子弟子瞥了他一眼，冷笑一聲：行了，別嚎了，妖獸死絕了，命真大，被死人壓在下面躲過一劫，讓他滾去管事院領藥。說完，兩人看懂，懶得再看他一眼，化作劍光衝天而起。葉晨舟癱坐在泥水裡，看着劍光飛遠，臉上的驚恐瞬間收斂得干干淨淨。他慢條斯理地抹了一把臉上的污跡，拍拍屁股站了起來。這場靈獸暴動足足折騰了半個時辰才被徹底平息。苦一峰死傷慘重，到處散布遺體，光是收拾就忙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一大早，管事趙鐵山的臉色比死了親爹還難看，他負責的區域死了幾十個雜役，靈田也踩爛了一大半，這筆賬上頭肯定算在他頭上。為了安撫人心，宗門外門長老破天荒撥了一筆撫恤金下來。葉晨舟混在排隊領錢的隊伍，故意把自己弄得蓬頭垢面，走路一瘸一拐，眼神渙散，嘴裡還不時地嘟囔着熊大熊。輪到他時，發錢的執事翻了翻花名冊，抬頭看了看他那副慘樣，登記為靈田重災區幸存者，受驚過度，給了10塊下品靈石，2瓶止血丹，休息3天不用幹活。葉晨舟伸出哆嗦的手，把袋子死死攥在手心裡，千恩萬謝地退了出去。10塊下品靈石對雜役來說絕對是巨款，平時累死累活幹1個月也就發幾斤下等靈。葉晨舟一刻沒耽誤，領完錢直接溜出了苦一峰，直奔前山方士。他現在空有一身變態屬性，但肉身基礎還是個練氣一層的弱雞。如果不把這些屬性徹底煉化進骨髓深處，以後萬一遇到真正的高手，人家一個法術砸過來，皮外沒事，裡面的內臟可能被震碎。他需要一次大規模的肉身重塑。到了方士，葉晨舟直奔賣低階煉體材料的藥鋪，豪氣地把10塊下品靈石往櫃台上一排，要了5罐最烈的烈焰虎精血，10包斷骨草和鐵皮仙草，全要年份最足的。藥鋪掌櫃看着這個穿着破爛雜役服的小子，愣了一下，但本着有錢不賺白不賺的原則，笑眯眯地把東西全包好遞了過去。買完材料，葉晨舟順着牆根一路小跑，鑽回了那間疊了50層陣法的鎖死房門，搬開床鋪，露出下面那個3米深的地洞。他跳進地洞，把之前鋪滿的毒粉和木刺小心翼翼掃到一邊，從儲物袋裡拖出一個不知道從哪撿來的大木頭，擺在地洞正中央，把10包斷骨草和鐵皮仙草全倒進木桶裡，再把5罐烈焰虎的精血一股腦倒進去，用火折子在木桶底下升起一堆火。沒過多久，木桶裡的暗紅色藥液開始沸騰，呼嚕嚕冒着氣泡，一股極其刺鼻的腥臭氣息和藥香味在地洞裡彌漫開來。普通練氣一層修士膽跳進這種濃度的藥浴裡，
絕對會被狂暴藥力瞬間撐散血骨。但葉晨舟毫不在乎，他3兩下脫去外袍，連那件帶有反傷符文的內甲也脫在一邊，深吸一口氣，縱身跳進了滾燙沸騰的藥液裡。剛一進去，就像無數根熾熱的細針在瘋狂刺入他的毛孔，烈焰虎穴裡的狂暴能量順着毛孔死命往血管裡鑽。葉晨舟雙目圓睜，在腦海中發出一聲咆哮，讓面板把所有屬性全部往骨髓裡砸。面板接收指令，啟動深度重塑，並發出警告，過程伴隨極度痛苦，請保持清醒。沸騰的药浴成了最好的催化劑和緩衝墊，面板上的坚硬毒抗厚重合，反傷開始徹底與骨骼融合。葉晨舟熬過那場藥浴重塑，整整躺了2天2夜才緩過勁來。那些狂暴的精血藥力被面板強行揉碎，一絲不剩地砸進骨髓血肉裡。現在他表面上看還是那個面黃肌瘦的練氣一層小雜役，但實際上這具身子骨的密度已經誇張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厚重、堅硬、毒抗3大屬性徹底融為一體。要是現在再讓他去修後山那萬級石階，都不用動手，直接拿腦袋撞過去，能把整座後山撞他半邊。深夜烏雲遮月，連顆星星都看不見。溥儀峰後山外圍的樹林裡漆黑一片，蟲鳴聲也詭異的小。消失了一個渾身罩在黑袍裡的人影，踉踉蹌蹌從樹叢裡滾出來，一頭栽倒在泥地裡，大口喘着粗氣，空氣裡瞬間彌漫開一股極其刺鼻的腐臭異味。他咬着牙低罵：天玄宗刑法堂這群瘋狗咬得太緊。借着微弱月光，能看到他半邊臉全是乾涸的紫黑色污跡，右肋處有一道深可見骨的劍傷，傷口邊緣正滋滋冒着黑氣，傷口根本無法愈合。他是個魔修，綽號赤魔，練氣8層修為，原本潛入天玄宗地界，想偷偷以外门弟子的精氣修煉，結果剛作案就被刑法堂的那门精英撞了個正着，被3把飞剑攆着追殺了1天1夜，底牌盡出，硬生生拼着重傷才逃到了這片沒人管的苦役峰。是魔損耗過重，魔氣也快壓不住傷勢了，再不找個血包補補，今天非得交代在這。他一雙布滿紅絲的3角眼像餓狼一樣死死盯着不遠處的雜役區。他現在這副慘樣根本跑不出天玄宗的護宗大陣，急需找個替罪羊吸取對方精氣來恢復傷勢，把黑袍套在對方身上，偽造重傷暴毙的假象，借此金蟬脫殼。赤魔的目光在苦役峰邊緣那一排排破爛木屋上掃過，修為高的不行，容易弄出動靜；住得太密集的不行，容易引起群憤。突然他的視線定格在角落裡最偏僻最破爛的那間木屋上，那正是葉晨舟的住處。赤魔獰笑一聲，舔了舔乾裂的嘴唇。那破木屋四面漏風，看着像是放了800年沒人管的危房，裡面住的絕对是個连靈米都吃不上的最底层廢物。他身形一閃，像一只貼地飛行的夜梟，悄无聲息地摸到了木屋門外。他沒有貿然推門，探出神識在木屋周圍掃了一圈，什麼陣法波動都沒有，就是凡木頭一塊，窮酸的可以。葉晨舟畫的那50層引氣陣，把裡面固壁陣的靈氣波動遮掩得死死。在赤魔這種練氣後期修士眼裡，這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破爛屋子。他嫌推門有聲音，直接從懷裡摸出一張皺巴巴的盾壁符，拍在自己身上，整個人瞬間化作一道暗淡的黑影，順着門縫底下像水流一樣滑了進去。50層固壁陣防得住物理打砸，但防不住這種類似5行遁術的陰招。葉晨舟走上前，看着地上已經徹底斷氣，眼睛還死死瞪着的赤魔。這種練氣後期的魔修屍體，要是留在屋裡，絕對是個大麻煩，血腥味太重，明天一早肯定會引來管事或者陣法隊。他毫不猶豫伸出右手去按在赤魔的屍體上，下達提取指令。面板彈出，檢測到高濃度靈氣與血氣混合體，正在提取，目標已死亡，正在剝離雜質，提煉精華。隨着面板的藍光閃爍，地上那2截慘不忍睹的屍體，連同流出來的鮮血、破碎的內臟，甚至身上那件黑袍，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風化崩解。不到10個時辰的時間，一個大活人徹底消失了，連一滴血都沒留下，取而代之的是葉晨舟掌心裡多出來的一小撮暗紅色粉末。這粉末散發着極其濃郁純淨的草木靈氣，完全聞不到任何血腥味。這就是一個練氣8層修士全部修為和血肉凝結而成的精華。葉晨舟順手把赤魔掉落的一個乾癟儲物袋塞進懷裡，然後找了塊破布把這撮粉末小心翼翼地包好。接着他手腳麻利地搬起斷裂的木板牆，用泥巴和幾根鐵釘重新封好，隨便補了幾個障眼法的陣法上去。做完這一切，天邊剛好泛起一抹魚肚白。第二天，葉晨舟準時出現在靈田澆水，而昨夜那個練氣8層的魔修已經被他提煉成了一撮富含靈氣的花肥，埋在了靈田最深處。幾個月後，苦峰的靈田裡，唯獨葉晨舟負責的那幾畝地，長勢極其誇張，靈到一株株粗的跟小樹苗似的，結出的骨碎金黃飽滿，靈氣濃郁的幾乎要滴出水來。管事趙鐵山站在田埂上，看着這片豐收的景象，笑得臉上的橫肉直哆嗦。他破天荒地拍了拍葉晨舟的肩膀，手裡拋着半塊碎靈石：“你幹得不錯，這塊田的產出不僅填平了之前的虧空，還讓我在上頭露了臉。以後就死死定在這片田裡，誰敢找葉晨舟麻煩，就報我的名字。”葉晨舟雙手接過那半塊碎靈石，弓着腰笑的一臉老實巴交：“多謝管事提拔，我這人沒什麼野心，就喜歡跟泥巴打交道。”等趙鐵山背着手哼着小曲走遠，葉晨舟才緩緩直起腰，隨手把那半塊碎靈石塞進兜裡。他拿起旁邊的長柄木瓢，舀了一大勺靈泉水，不緊不慢地澆在這片靈田正中央那株長得最粗壯的靈道根部。泥土深處隱隱透出一絲只有他能察覺到的暗紅色魔氣，那是赤魔殘留的最後一點魔修本源。但這股氣息剛一冒頭，就被葉晨舟腳底下滲出的一絲厚重之力死死鎮壓，瞬間碾碎，徹底化作了靈道的養分。葉晨舟心中感嘆，練氣8層的魔修花肥確實帶勁，可惜用的差不多了。
他扛着木瓢拍了拍手上的泥巴，順势喚出了腦海中的面板，看着一排排誇張到足以讓高阶修士怀疑人生的数据，他满意的扯了扯嘴角。前山方向青铜钟声再次长鸣，几道绚丽的流光划破苦一峰上空，那是内门的天骄们又踩着飞剑成群结队的趕去。某个新出世的秘境里打生打死，叶晨舟抬头看了一眼天上那些耀眼的剑光，撇了撇嘴，连半点羡慕的心思都没有。打吧抢吧，等他們拼個你死我活。他在拎着麻袋去戰場，邊緣撿破爛提取屬性。這修仙界水太深，風浪太大，他葉晨舟哪也不去，就在這四面漏風的苦一峰上種田，掃掃地門生發大財，苟到天下無敵。葉晨舟轉過身，哼着不知名的調，慢悠悠地朝着那間疊了50層陣法的木屋走去。夕陽將他瘦弱的影子拉得老長，投在苦一峰最偏僻的那條小路上。沒有人注意到這個最不起眼的雜役嘴角那一抹若有若無的笑，也沒有人知道，在這座宗門最底層的荒涼山峰上，一個正在悄無聲息變強的怪物已經悄然成型。故事才剛剛開始。